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赵丽颖，35岁，越土气越幸运。提起赵丽颖，很多人都会谈到她是农村出身的，但皮妹觉得农村出身的演员多了去了，这根本就不算是她身上的一种符号。论穿着，赵丽颖一点也不土气，反而她很淡雅脱俗，时尚靓丽。论长相，赵丽颖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类丑女，反而她很清纯，也很漂亮。论演技，赵丽颖虽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演技了得的她，完全吊打科班出身的杨幂、唐嫣等85花们。如果你看过她的访谈，你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她自尊，不做作，真诚，不虚伪，踏实，不炒作，是圈内一位名副其实的好演员。至少皮妹觉得她参演的每部剧，饰演的每个角色都不会让观众失望，值得花时间去看。尽管她喝个水都会被人黑，也尽管被杨幂等85花们有意地孤立了起来，但她依然向着风，拥抱彩虹，勇敢地向前走。01出身平凡，但梦想不凡。底层人也有大梦想，只要心中有梦，勇于追求，相信总有麻雀变凤凰的那一天。赵丽颖1987年出生在河北省廊坊市的一个世代务农家庭，像很多农村家庭的孩子一样，她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，也算是最早一批的留守儿童了。农村的孩子没有这般那般的，唯一有的便是收麦子、摘棉花、拨棒子等农活，而这却恰恰成了赵丽颖成名后的黑料。有时候皮妹是真想不通，如此励志的一个农村女孩，为毛总会有人用此来黑人家？事实证明，赵丽颖也从来不怕黑，每次访谈时，她总会大大方方地提起自己农村出身的身份，仿佛就是在说，老娘就是农村的，那又咋地？在农村生活过的应该都知道，除了干农活，剩下的时间几乎就是看电视。至于学习嘛，能自觉去刷2次函数题的少之又少，而赵丽颖自然也不例外。赵丽颖每次跟着爷爷奶奶干完农活后，总会安安静静地呆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电视，慢慢的，她心中也有了一种想做大明星的梦想。但梦想归梦想，彼时的她也只是想想而已。毕竟翻看了一下家里的亲戚朋友，也没有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，不现实，也不切实际，更不敢与人诉说。为此，她只能埋藏在心底。初中毕业后，赵丽颖因为干农活太多，耽误了学业，最终高中没考上，只能去读中专，而她又自认为有点姿色，所以选择了空乘这个专业。那时，她一心梦想着做空姐，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中专毕业后，赵丽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穿上空姐的制服，相反，她像大多数人一样，毕业即失业，只能靠打零工为生。那些年，她在街边发过传单，推销过美容卡，卖过衣服，干过文员、服务员、收银员、迎宾等工作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但干得越多，赚得越少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因为上错菜，被老板娘骂得狗血喷头。但即便如此，赵丽颖还是坚持过来了，而这也恰如她在台词里说的那样，人这一辈子的路，是自己怎么来就怎么走，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一辈子，要学会自己给自己盘算。而在她的人生字典里，她早就悟透了盘算的深刻含义。当机会来临时，早些年埋藏在她心底里的那个明星梦，也终于敢拿出来向人诉说了。02人生2大贵人，助力圆梦。人的一生，机会很重要，贵人也很重要。一生中如果能遇到一个带你玩的人，那么想不成功估计就很难。而赵丽颖很幸运，一下子遇到2个。
一个是京圈有名的贺岁片大导演冯小刚，另一个是圈内有名的编剧于正。提起冯小刚，估计大多数人都很熟悉。圈内有名的贺岁片大导演，和赵丽颖一样，也是底层出身。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原因，冯小刚在当年的选秀比赛上，才会看上才艺一般般的赵丽颖吧。毕竟，在此之前，王宝强就是这样被他发掘的。2006年，还是文员的赵丽颖参加了选秀节目《雅虎搜星》，靠着一手《隐形的翅膀》以及他傻愣愣的讨人喜欢个性和草根身份，得到了冯小刚的赏识，并拿到了冠军。随后因为冯小刚的关系，赵丽颖成功签约了风头正兴的华谊兄弟，并出演了冯小刚执导的千万广告大片《贵族篇》的女主角。至此，赵丽颖成功入圈，并且起点也不低。虽然冯裤子后来有点不太待见她，但不得不说，如果没有冯裤子的提携，赵丽颖也不可能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在华谊那几年，赵丽颖没少吃苦，每年只有3天的休息时间，别人不敢演的角色，她争着抢着要，什么丫鬟、死尸、宫女等角色，赵丽颖都曾出演过。而像这样的角色，赵丽颖前前后后演了7年，而恰是这7年的演戏经验，磨练出了她精湛的演技。相比于科班出身的杨幂、唐嫣他们，从实践中磨练自己演技的赵丽颖，明显比他们高出一筹。再加上她厚脸皮，一下戏就去向剧中的老戏骨讨教，久而久之，她也学到了不少演戏上技巧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也没少挨骂，比如骂她的脸太圆，当不了主演，让她去抹一抹腮帮子；骂她下巴太短，让她去垫一垫下巴。更有导演骂她的嘴像猪嘴，天天撅给谁看。如果仅仅是被骂还好，她还经常被人忽视，曾在山沟沟里有一个夜戏，但等了一宿也没等到，最终只好一个人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。如此种种的名场面实在是太多了，直到和华谊的合约到期，赵丽颖才结束了这样的苦日子。随后，赵丽颖靠着新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巧儿一角，成功的吸引住了于正的眼球，并邀请他加入于正的公司。于正当着众多媒体的面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会给你最好的，什么都可以给你的，全是女1号。”但赵丽颖并没有答应，因为她不能忘恩负义，做对不起自己经纪人贺如的事。而于正听后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更加的欣赏她了，因为人品好的人一定能红。日后的几年里，于正依然把自己最好的资源都给了赵丽颖，从锁清秋攻锁珠帘到陆贞传奇攻锁沉香，再到《射雕英雄传》大汉情缘之云中歌，堪称是赵丽颖的成长史。尤其是陆贞传奇和宫锁沉香，不仅提高了她的知名度，还让她好好演了一次反派，一部电影。03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赵丽颖曾暗暗发过誓，千万别让我抓住机会，一旦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拼命的抓住。而她自己也非常的清醒，自知自己是平民百姓出身，起点比人落后，想要出头就得靠自己努力，抓住机会，唯有这样才能飞黄腾达。事实上，赵丽颖也的确抓住了机会，并趁此机会狠狠地实现了自己的野心。众所周知，赵丽颖在圈内有拼命三娘之称，一年只有3天的休息日，最多同时跨3部戏，骑马、吊威亚都不在话下。很多武戏，赵丽颖更是不用替身，每次都是拼着命的往前冲，以至于浑身都是伤痕累累，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。比如在《宫锁沉香》中，有一场戏是骑马中箭，拍的过程中，马因为受到惊吓，不受控制，最终把赵丽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事情发生后，在场的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，
但赵丽颖忍着剧痛，依然坚持拍完了这场戏，但她的腰上留下了疤痕。再比如拍《楚乔传》时，赵丽颖同样很拼命，有一场在沙堆里被数次拖拉撕扯的戏，明明可以用替身，但她却坚持自己上。最终，她在地上被反反复复摩擦后，膝盖被搞得鲜血直流，屁股磨成了厚厚的一层茧子。俗话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仅用身体上的拼命，很明显是不够的。作为一个演员，观众看重的还是演员的演技。而赵丽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她在演技上也留下了很多名场面。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，赵丽颖几乎是演啥像啥，而她自己也曾说过，做事就要有做事的样子，尽力的让自己做到最好。不说早期的作品了，就说今年热播的2部剧，赵丽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。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赵丽颖饰演的村妇何幸福，只用了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就把这位没啥文化的村姑演活了。而这个小动作，就是农村人最常用的插兜。赵丽颖也很好的利用好了这个动作，演出了自己作为村姑最土气的一面。再比如吃饭的时候，赵丽颖做出了农村人最习惯做的动作，很随意，也很自在，一点也不拘谨。更牛的是，赵丽颖完全放弃了以往古偶的完美形象，全剧下来素颜出镜，甚至脸上的小坑轻易可见，以至于很多人说赵丽颖真是大胆。这要是放在杨幂身上，她还真不敢这样素颜出镜。如今热播的《风吹半夏》中，赵丽颖同样表现耀眼，在她的带动下，这部剧豆瓣开分高达 8.4 分，成了年末口碑佳作。剧中，她饰演的许半夏，凭借自己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，在钢铁行业披荆斩棘，闯出了一番天地。而这个人物和现实中的赵丽颖几乎很相像，而她的演绎也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比如有网友说，赵丽颖演出了许半夏身上蓬勃的生命力，激励了我，有些事情就要敢想敢做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当然了，也有人说她依旧土，甚至称她老胖，但事实上，赵丽颖为了贴近剧情人物，刻意增肥，主动放弃了身材。至于吐槽她的土，如果你看过这部剧的原著，就会知道，许半夏干的买卖就是收废品，再直白点就是二道贩子。如此在废旧物品上倒腾实吃，怎么可能像杨幂那样在28中搔首弄姿、嘟嘴卖萌？所以许半夏这个角色不需要太出尘时尚的妆造，更不需要搔首弄姿，况且后期的赵丽颖造型上也没那么老土吧。就好比这位网友说的那样，那些说赵姐脸崩、油腻、演技差的，都是大幂幂的粉丝吧。事实上，一些人的妒忌恰好说明了赵丽颖的强大。在85花中，她已经把杨幂、唐嫣、倪妮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赵丽颖和其他同期的演员们真的不是一个水平了，属于她的美好时代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04去她的豪门阔太，老娘要自由独立。跟冯绍峰结婚，看似一步很差的棋，实则比谁都精明。要知道，他和冯绍峰结婚之前，曾和陈晓传过一段绯闻，两人因陆贞传奇而结缘，随后又一起参与活动，接受采访。那段时间，两人俨然是一对恋人，而陈晓也多次对赵丽颖表露出好感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陈晓一转身就和同样长着包子脸的陈妍希因戏生情了，并很快举行了婚礼。赵丽颖随后取关了陈晓，从此两个人相忘于江湖，再也没了交集。而此时的富家公子哥冯绍峰还在和倪妮纠缠在一起，但爱玩的冯公子同样没有和倪妮走到最后。之后，
她和赵丽颖在《西游记女儿国》中第6次合作，一个男主，一个女主，一个是美丽多情的女王，一个是烦心未泯的圣僧。摩擦的久了，在一次暗送秋波，因戏生情，随后约会、逛街，直到恋情曝光，成了幸福的一对。2018年，赵丽颖刚晒出结婚证不久，就闪电般的为冯家生了一个儿子。本以为有了儿子就能安心的做豪门阔太了，但这场婚姻没过多久就土崩瓦解了。没有婚礼，也没有婚戒，仅只是简单的领了个小红本。这段感情就这样草草的收场了。吃瓜群众看后有太多的不解，太多的遗憾，就连冯绍峰都在感慨：赵丽颖是喜欢我呢，还是仅只是为了结婚才跟我在一起呢？离婚后，对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，赵丽颖同样做得干净利落，不争不抢，让儿子跟着冯家人生活。而谈到为毛不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时，赵丽颖也很大方回应，称对方的经济实力比自己好，孩子跟着他们很放心。就是这样洒脱，就是这样任性，去他的豪门阔太，只想做属于自己的女王。如今和冯绍峰离婚1年多，赵丽颖依然是圈内的那个熟悉的拼命三娘，资源也是出奇的好。她就犹如许半夏一样，特别的能干，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偶像，而是一个真实的敢爱、敢恨、敢狠的女人。